我叫李岩，一个靠灵异题材吃饭的恐怖小说作家，入行8年，写了6本书。粉丝说我是当代聊斋，编辑说我是吓人专业户，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写的每一个字都是编的。我没见过鬼，从来没见过。直到去年秋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是从老家打来的。我老家在广西的一个偏远山村，叫璎珞村，村子不大，100来户人家，四面环山，交通闭塞。我17岁那年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城市，除了过年几乎不怎么回去。给我打电话的是我妈。妍妍，你最近忙不忙？她的声音有些奇怪，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颤抖。还行，怎么了吗？电话那头沉默了10几秒。我妈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一辈子没出过大山，性格泼辣爽利，我从没见她这样吞吞吐吐过。你二爷家的堂妹阿秀，她出事了。我握着手机的手紧了紧。阿秀是我二叔的女儿，比我小3岁。小时候我们经常一起在山里跑着玩。她性格活泼，胆子大的出奇，村里的小孩都怕走夜路，就她不怕，还总爱去村口那棵老槐树下玩。我妈说阿秀失踪了3天，失踪前没有任何征兆。那天傍晚，阿秀和往常一样吃完晚饭，说要出门走走，二婶也没在意，以为她去邻居家串门了。可等到晚上10点，人还没回来，二婶这才慌了，满村找了一夜，没找到。第二天，全村人都出动了，把璎珞村方圆10几里的山林翻了个遍，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警察也来了，调查了几天，什么都没查出来。你二婶眼睛都快哭瞎了，我妈的声音哽咽起来。你二叔整宿不睡觉，拿着手电筒满山转。妍妍，你认识的人多，能不能帮着想想办法？我说我马上回去。挂掉电话，我坐在电脑前发了好一会儿呆。屏幕上是我刚开了个头的短篇大纲，名字叫《山村鬼事》，写的就是一个关于深山老林的恐怖故事。我盯着那几个字，后背突然有点发凉。当天下午，我订了最早的高铁，从省城到璎珞村要先坐3个小时高铁到市里，再转2个小时大巴到县城，然后从县城搭摩的走1个小时的盘山路。摩的师傅是个40多岁的黝黑汉子，一路上话很多。他问我去璎珞村干什么，我说回老家。他哦了一声，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怪怪的。你们璎珞村最近是不是出事了？我心里咯噔一下，什么事？我也是听人说的。他压低声音说是有个姑娘不见了，是不是？我没接话。他又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嘴皮子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憋出一句话：你们村口那棵老槐树你记得吧？记得，当然记得。璎珞村的老槐树据说是明朝年间种下的，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树干粗的3个成年人都合抱不住，枝丫盘球卧龙，遮天蔽日。夏天的时候，村里人都爱在树下乘凉，小孩们绕着树追跑打闹。但那也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村里的老人们开始不让小孩靠近那棵槐树了，说是槐树属阴，容易招不干净的东西。而且那棵槐树确实有些邪性，无论春夏秋冬，树下总是阴森森的，大太阳底下也透着一股凉意。我上小学那会儿，有个胆子大的男同学不信邪，非要在老槐树底下撒了泡尿。结果第2天他全身长满了红疹子，又痒又疼，去镇上卫生院看了1个星期才好。他爸妈说是过敏，但村里的老人们都说那是老槐树在警告他。那棵槐树最近有点不对劲。摩的师傅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怎么不对劲？有个事儿，我也是听跑这条线的兄弟说的。他吞了口唾沫，说是上个月有几个外地来的年轻人大半夜跑到你们村口那棵槐树下拍什么短视频，结果你猜怎么着？视频拍完回去一看，那槐树上吊着一个人。我后脖颈一阵发麻，是不是看错了？可能是影子什么的。我也觉得是看错了，但那个拍视频的姑娘当场就吓哭了，连夜就跑了。后来他们又把视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说那人影穿着红衣服，在风里一晃一晃的。可当时现场根本就没有人。摩的师傅说完，嘿嘿笑了2声，像是在给自己壮胆。这种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你说是不是？我没说话，眼睛盯着前方越来越近的山影。车子在村口停下来的时候，天已经差不多全黑了。璎珞村还是老样子，青石板路，低矮的瓦房，3、5盏昏黄的灯，但空气里有一种我说不上来的味道，是陌生的，让人不安的。我提着行李往家走，
路过村口的时候，余光不由自主地瞟了一眼那棵老槐树。夜色里，槐树的轮廓黑黢黢的，像一头蹲伏的巨兽。树枝在晚风中轻轻摇晃，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像是有人在低声说着什么。我打了个寒战，加快了脚步，但走了几步，我又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然后我看见了，在那棵老槐树最粗的枝桠上，有一团红色的东西在月光下轻轻晃动着，像是一个人。我的心脏猛地一缩，眼珠子死死地盯着那个方向。风大了些，那团红色被吹得摆动起来，在夜色里格外刺眼，是一块破布，一块不知道什么时候被风吹上去的红色破布。我长长地呼出一口气，骂了自己一句神经病，转身往家走去。但我没有注意到的是，那块破布的形状，它其实是被人系上去的，系成一个环，像是一个绳套。到家的时候，我妈正在厨房里热饭，看到我进门，她眼圈一下子就红了，瘦了好多。大城市不好混，你也不爱惜自己。我抱了抱她，岔开话题。我爸呢？去你二叔家了，帮着安抚你二婶。我妈叹口气，你二婶这2天不吃不喝的，你二叔嘴又笨，不会安慰人。吃完饭，我在院子里坐了一会儿。山里的夜晚很安静，安静的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远处的山林黑压压一片，偶尔传来几声鸟叫，叫声尖锐，划破夜空。妈，我点了一根烟。阿秀失踪前有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我妈洗着碗的手停了一下。你二婶说那段时间阿秀确实有点不太对劲，便沉默了。你二婶说阿秀以前多活泼的一个姑娘，见人就笑，话也多。但大概是从2个月前开始，她突然就不爱说话了，吃饭也不跟家里人一起吃，总是端了碗一个人躲到房间里去。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是不是谈恋爱了？你二婶也这么想，可阿秀天天在村里，能跟谁谈？我妈皱起眉头。而且还有一件事，你二婶说有一回她晚上起来上厕所，看到阿秀的房间灯还亮着。她扒在门缝里看了一眼，阿秀坐在床上对着镜子梳头。她梳了很久，一边梳一边对着镜子说话。你二婶听不清在说什么，但能感觉到她很高兴，像是在跟什么人聊天一样。可房间里明明就只有她一个人。我掐灭了烟头，没有接话。你二婶说那之后她就留了个心眼，经常半夜起来看阿秀的动静。好几次她看到阿秀大半夜的一个人坐在床上，对着空气说话笑。有一次她还听到阿秀说了一句话。我妈顿住了，她说的是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夜风吹过来，我后背起了一层鸡皮疙瘩。那天晚上我睡得不好，山村的夜太静了，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心跳声，甚至能听到血液在血管里流动的声音。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月光很亮，照着老槐树的枝桠在地上投射出扭曲的影子。风很大，吹得满树的叶子哗哗作响。我能听到一个声音从树上传下来，是一个女人在哼唱，曲调很熟悉，像是我小时候听过的什么歌谣。我抬起头想看清树上是谁，一双脚出现在我的视线里，那是一双女人的脚，穿着红色的绣花鞋，在半空中轻轻晃着。我的目光顺着脚往上移，红色的裙摆，红色的腰封，红色的衣领，一个穿着大红嫁衣的女人吊在老槐树上。风吹动她的身体，她随着风轻轻摇摆，像是荡秋千一样。我浑身僵硬，想跑，但脚像是生了根，一步也挪不动。然后那个女人抬起了头，她的脸很白，白的没有一丝血色，五官标致，甚至说得上漂亮。但她的眼睛是空的，没有瞳仁，只有一片眼白，齐整整地瞪着我。她对我笑了一下，嘴唇无声地张开，说了2个字，我看懂了她的口型。她说的是来呀。我猛地惊醒，满身冷汗。第2天一早，我去了一趟二叔家。二叔家的院子很破败，墙角堆着杂物，院子里晒着几件阿秀的衣服，在风里晃荡着。二婶坐在堂屋的椅子上，脸色蜡黄，眼窝深陷，看到我来，眼眶又湿了。妍妍来了，你工作那么忙，还专门跑回来。二婶，你跟我说说阿秀的事，越详细越好。二婶点点头，断断续续地讲了起来，跟我妈说的差不多。阿秀是从2个月前开始变的，沉默寡言，半夜对着镜子说话。唯一不同的是，二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细节，阿秀那段时间经常往村口跑。村口？去老槐树那儿？二婶点点头。
我问他老往那儿跑干什么，他说去听故事。听故事？谁讲故事？二婶的脸色白了一分，他说是树在跟他讲故事。房间里安静了几秒钟，他觉得这很正常，觉得全村人都应该能听到。我跟他说那是老槐树成精了，让他别去了。他嘴上答应，但背地里还是去。我沉默了。山里的老人确实有很多忌讳，老树成精的传说也不少见，但阿秀是上过初中的年轻人，他应该不信这些才对。等等，二婶，阿秀失踪那天，他是不是也去了老槐树那边？二婶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那天傍晚，我去村口喊她回来吃饭，远远的看到她站在老槐树底下，对着树说话。我叫了一声，她回过头朝我笑了笑，那笑容不像她，眼神飘飘的，像是换了个人。她说了句马上回来，然后就往林子里走了。我以为她只是去散散步，就没多想。结果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从二叔家出来，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走向了村口。白天的老槐树看起来没有那么可怕，枝繁叶茂，阳光透过树叶间的缝隙洒下来，在地上形成斑驳的光影。但走近了，我还是能感觉到一股奇异的凉意，那是夏末的天气里不该有的阴冷。老槐树的树干上布满了深深的沟壑，那些纹路像是老人脸上的皱纹，诉说着岁月的沧桑。我绕着树干走了一圈，突然发现树根的泥土有翻动过的痕迹。我蹲下来仔细看，泥土确实是新翻过的，像是有什么东西被挖出来过，然后又埋了回去。我犹豫了一下，伸手扒开了泥土，刨了大概10几厘米深，我的指尖碰到了一样东西，硬的，我的心脏剧烈地跳了起来。我继续挖，慢慢的，那个东西露出了全貌，是一个不大的黑色木盒子，大概巴掌大小，上面用红漆画着一些很奇怪的符号，密密麻麻的，像是一种我从没见过的文字。我盯着那些符号看了很久，总觉得在哪里见过，但一时又想不起来。我把木盒子揣进口袋，没有声张。回到城里，我第一时间去找了一个研究民俗学的朋友，老周。老周是个40多岁的大学副教授，专门研究中国民间信仰和巫术。我把木盒子递给他，他看了半天，脸色越来越凝重。你在哪儿找到的？老家村口的一棵老槐树底下。老周倒吸一口凉气，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苗疆地区的一种邪术，叫祭魂术。老周指着木盒子上的红色符号，这些符号是蛊术的一种，利用阴气重的老树作为媒介，把人的魂魄寄生在上面。这样做有2个目的，一是用活人的阳气温养死魂，二是把死魂渡给活人。我后背一凉，这个木盒子里的东西是什么？老周小心翼翼地打开木盒子，里面只有一层黑灰，像是焚烧后的残留物。老周凑近闻了闻，脸色更难看了。骨灰，有人在利用你村那棵老槐树做阴婚。阴婚，在苗疆的一些古老村落里，有一种非常邪恶的习俗，如果一个年轻女子还没出嫁就死了，家里人会给她找一个死去的未婚男子配阴婚，让她在阴间也有归宿。但还有一种更邪门的，就是找活人配阴婚。把死者的骨灰埋在阴气重的地方，用祭魂术把死者的魂魄养起来，然后找八字相合的活人，通过蛊术把死魂引渡到活人身上。一旦死魂成功占据了活人的身体，那个活人就等于被替换了，他的意识会被一点点蚕食。一开始只是性格变化，话变少，情绪低落，然后会开始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做自己不知道的事。再然后，他就会开始做一些自己不理解的事，比如半夜起来梳头，对着空气说话。到了那一步，站在你面前的就不再是你的亲人了。我的手抖了起来，阿秀的所有症状全都对上了。那能不能救？老周沉思了很久，如果时间不长，也许可以，但首先你要找到那个施术的人，找到他才能破术。我离开老周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翻来覆去的看手机里拍的那个木盒子的照片，瞳孔猛地一缩，我终于想起来我在哪里见过这些符号了。很多年前，阿秀还在上初中的时候，寒假回村。有一天，他神秘兮兮地拿着一张纸跑来找我，说认识了一个网友，那人给他看了一些很酷的神秘符号，还说可以教他一个有趣的游戏。当时阿秀才14岁，我根本没当回事，随手把那张纸扔了。但现在，我站在夜色里，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些红色的符号，当年阿秀给我看的那张纸上画的就是这些符号。那个所谓的网友，从一开始就是冲着阿秀来的。
我必须再回一趟璎珞村，这次我带上了一台红外摄像仪，准备在老槐树周围装几台隐蔽摄像头，拍下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回到村里已经是深夜，我没有惊动任何人，悄悄把3台摄像头架在了老槐树周围的隐蔽位置。然后我躲在村口一处废弃的老房子里，盘腿坐在地上，盯着手机屏幕上的监控画面。头2天什么异常都没有。老槐树在夜风里安安静静地站着，越升越落，连一只野猫都没有出现过。到了第3个晚上，凌晨1点23分，屏幕里的老槐树忽然有东西动了，不是风吹的，是一条黑色的影子，从老槐树的树冠里慢慢滑下来。那个影子像是没有骨头一样，动作诡异极了。它像一条蛇一样缠绕着树干，一寸一寸地往下滑，滑到地面后，那个影子站了起来。长头发，纤细的身形，穿着一身红色的嫁衣，他背对着摄像头，慢慢转过身来，我看到了他的脸，是阿秀的脸。他对着摄像头笑了一下，然后走到旁边的空地上开始跳舞。他的动作僵硬的不像活人，关节像木偶一样一节一节的转动，在月光下跳着一种从未见过的诡异的舞蹈。跳了几分钟后，他停了下来，歪着脑袋看向老槐树的某根树枝。然后他开口说话了，声音从摄像头的麦克风里传来，粗粝沙哑，那根本不是阿秀的声音，是一个苍老的女人的声音。她来了。我浑身的汗毛全部竖了起来，后背的冷汗顺着脊椎往下淌。她不是在对我说话，她在对那棵槐树说话。老槐树的树枝开始簌簌的抖动，不是风吹的，是整棵树在颤抖。树干上那些深深的皱纹里有什么东西在蠕动。突然，所有的枝桠在同一瞬间指向了我藏身的废弃老屋。那个穿着红嫁衣的阿秀缓缓转过头，对着我这个方向笑了。摄像头里他的笑并不是笑，嘴巴张大到人类不可能张开的弧度，像一个黑洞，没有牙齿，没有舌头，只有无尽的黑暗。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找到你了。屏幕剧烈的闪烁了一下，然后彻底黑掉了。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我躺在废弃老屋的地上，满身灰尘，手机还握在手里，但屏幕碎了，3个摄像头的画面全部消失。我爬起来，冲出老屋。老槐树安安静静地立在那里，和一切如常的早晨一模一样，阳光、鸟鸣、微风，仿佛昨夜的恐怖只是一场梦，但我知道那不是。我走到老槐树底下，绕着树干转了一圈。在昨天我挖出木盒子的地方，泥土又被翻开了，那个黑色的木盒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坑洞。我蹲下来，发现那个坑向下延伸，通向树根深处。我犹豫了很久，掏出手机，打开手电筒，朝里面照去。坑很深，大概有2米左右，底部好像有什么东西。我咬了咬牙，趴下身子，整个人钻进了那个坑里。空气越来越潮湿，土腥味越来越重。我往下爬了大概1分钟，终于触底了。我把手电筒举起，眼前的情景让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这是一个巨大的地下空间，老槐树的根系在这里盘根错节，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墓室，而在墓室的中央放着一口棺材，一口没有合上盖子的朱红色的棺材。我一步一步挪过去，心跳声震耳欲聋。手电筒的光照进棺材里，里面没有尸骨，只有一件东西，一套大红色的嫁衣，整整齐齐地叠放在棺材里，而在嫁衣上面放着一张发黄的老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女人，看起来20出头，穿着老式的衣服，扎着2根麻花辫。她的五官很清秀，但那个眼神空洞幽深，嘴角挂着一个若有若无的微笑，她在看着镜头。照片的背面写着一行模糊的小字，是用毛笔写的：柳氏女翠姑，乙亥年7月15，末年22。我看清了日期，7月15，中元节，鬼门开的日子。而乙亥年，我猛地颤抖了一下。上一轮的乙亥年距离现在正好是120年，这个女人已经死了整整120年了。我把照片攥在手里，发疯似的爬出那个坑洞。我必须找到二叔，必须问清楚阿秀到底是怎么回事。二叔正在院子里劈柴，看到我满头大汗的冲进来，愣住了。我把照片递到他面前：二叔，你看，你认识这个女人吗？二叔接过照片，只看了一眼，脸色就变了。你从哪里找到这个的？老槐树底下。我的声音在发抖。他是谁？二叔嘴唇哆嗦着，半天没说出来。他的眼睛里涌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情绪，恐惧。他叫柳翠姑，是你爷爷的妹妹。
我的大脑嗡了一声，我爸的姑姑，我的姑婆。对，二叔的声音几乎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你爷爷有个妹妹，嫁到了山外，嫁过去不到3个月就死了。听老一辈说，她死得很不体面，婆家人到了起风了，会蛊术，不让她葬进祖坟，所以她被埋在了老槐树底下。二叔点点头，眼眶红红的。老一辈说，她死的时候穿着出嫁那天的大红嫁衣，埋的时候也没换下来。老槐树是她小时候最爱玩的地方，所以就葬在了那儿。但没用，棺材直接埋在了树根底下。120年来，她的魂魄就困在那棵槐树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现在。但按你说的，柳翠姑死了10年后，你爷爷才出生，你们根本没有血缘关系，她是别人家嫁进来的。阿叔看着我，而且她死了这么多年了，跟阿秀有什么关系？没有血缘关系，但都是璎珞村的人，八字就可能在同一个局里。我是真的害怕了。二叔，他需要一个祭体，120年，他的魂魄实在太久了，久到不甘心，久到想找个人代替他活着。阿秀不是被什么脏东西缠上了，她是从一开始就被柳翠姑看中了。那个所谓的网友，那些神秘的符号，都是柳翠姑在借植物、借风声、借她生前残留的蛊术知识，一点一点地引阿秀上钩。阿秀在小的时候拿着符号给我看，我还以为只是小孩的好奇心，我没有想到那是从老槐树深处传来的第一个钩子。从二叔家离开，我几乎是用跑的冲向村口的老槐树，但当我离那棵树还有10几米远的时候，我停住了，因为老槐树的底下站着一个女人。她背对着我，穿着一件大红色的嫁衣，长发披散在肩上，风吹过来，裙摆微微飘动。是阿秀？不是阿秀。姑婆，我的声音发干，你放了她吧。她慢慢转过身来，确实是阿秀的脸，五官、身形、身高没有一处不一样，但我知道站在那里的是120年前的柳翠姑。她的脸上带着微笑，眼神却空茫的可怕。你怎么知道我不是阿秀？是阿秀的声音，但也是那个粗粝沙哑的老妇人的声音。2种声音叠在一起，像2根琴弦同时被拨动，诡异到了极处。因为你站的方式不同，我说，阿秀从来不站那么直，也不穿红裙子。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摆，笑了。你很聪明，像你爷爷。我的心脏猛地一疼。你认识我爷爷？他小时候经常来槐树底下玩。柳翠姑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像泪光。我看着他在地上爬，看着他学会走路，看着他长成少年，看着他一担一担挑着行李走出大山。再后来，看着他用铁链子把我锁住。我愣住了。什么？你爷爷快70岁那年回了一趟村，他带着一个道士在老槐树旁边挖了3尺深，埋了9根铁钉进去。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学来的，但他一定知道了什么。柳翠姑的声音里有一丝凄凉。9根锁魂钉，从那以后我就出不去了，直到那9根钉子生锈。所以你能出来了之后，你就选了阿秀。柳翠姑沉默了很久。我需要一副身体才能活着。阿秀的八字合适，从她12岁那年，我就开始在梦里教她那些符号了，一步一步，一点一点，慢慢的浸透她。你知道把一个活人的意识一点一点从他自己的身体里挤出体外是什么感觉吗？他哭，他喊，他向我求饶，但是我没有办法停下来。为什么？因为我死得太冤枉了。柳翠姑的语调突然变得激烈。我是被人害死的。那个年代，女人嫁出去就是泼出去的水。婆家觉得我性子倔，不听话，就找了个理由说我会邪术蛊术，把我活活吊死在那棵槐树上。我死后，娘家人嫌丢人，不肯追查。我被当作无主的孤魂埋在树根底下，连一张黄纸都没给我烧过。120年，我困在那棵树的下面，看着一代一代的人出生、长大、老去、死去。他们路过我头顶时，甚至不知道脚下埋着一个含冤而死的人。他哭了，阿秀的脸上流下一行泪。我没有选择，我只是不想死得悄无声息。可是阿秀是无辜的，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发抖。你要报仇，找当年害你的人，他们的后人，或者随便找一个坏人。你为什么要挑一个小女孩？柳翠姑没有回答。晚风起了，老槐树的叶子哗哗地响。她抬起头，看着那棵巨大的树，眼神里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哀伤。因为我恨这棵树，恨这个村子，恨每一个平静的活着的人。
他往前走了一步，你现在知道了全部的真相，你要怎么做？我掏出手机，打开了相册里老周的微信。在来之前，我已经给他留了一句话：如果3天内我没有消息，就报警来找老槐树，树根底下有答案。我已经做完了，我说。柳翠姑怔了怔，然后她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一种奇怪的释然，像是一个等待了很久很久的人，终于等到了判决的那一刻。那，你跟我来。她转身走向老槐树，我犹豫了几秒，跟在后面。在老槐树底下，她蹲了下来，用手刨开泥土，她刨得很深，指甲里塞满了黑泥。过了好一会儿，她从土里掏出了一个小小的布偶，布偶是白布缝的，只有巴掌大，身上扎满了铁钉。布偶的胸口缝着一块红布，上面用墨笔写着2个字：阿秀。这是古术中的替身术，施术的方式是将目标附在替身之上，只要替身不被破坏，目标就永远不会消失。这是谁放的？我问。是你爷爷埋进树根底下的。柳翠姑的声音平静得出奇。当年她以为能用同样的方法永久镇住我，但她不知道这布偶上缝的是阿秀曾祖母的名字。我浑身发冷。所以你从一开始就找上了阿秀，是因为这根锁魂钉本来就不是用来锁你的，而是用来锁他的。你只是在破解你爷爷的咒术时发现了替代品。你很聪明，柳翠姑说完，把布偶放在我的手心，拿去吧。我愣住了。你愿意放弃？我不是贪生怕死的人。他的声音在晚风中有点飘忽。我只是不甘心。现在你已经知道我的故事了。有人知道我是怎么死的了，足够了。他把布偶放进我的掌心，他的手指接触到我皮肤的时候，冰凉、苍白，轻得像一片落叶。好好埋了阿秀，替我道个歉。然后阿秀的身体软了下去，我一把扶住他，他闭上了眼睛，呼吸均匀，像睡着了一样。阿秀在医院里躺了2天就醒了，医生说他的各项身体指标都正常，就是精神受了很大刺激，需要时间恢复。他醒来的第一件事是问我是不是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我没有告诉他真相。我按照柳翠姑说的，把那个布偶深埋在了璎珞村的后山，不是老槐树底下，而是后山朝东的山坡上，面对日出的方向。老周说那是对亡魂最好的超度。我又在布偶上方的地面上种了一棵很小的桂花树。第2年春天，它发出了新芽。阿秀慢慢恢复了正常，又变得爱笑爱说话了，只是有一件事变了，他再也不愿意晚上出门。而我呢？那件事之后，我的恐怖小说突然写不下去了，因为真实的恐惧一旦尝过，就再也没办法用它来骗自己了。但我还是把柳翠姑的故事写了出来，以一个死去120年的女人的口吻。有人说，读完之后总觉得脖子后面凉飕飕的，好像有双眼睛在背后看着自己。也有人说，在半夜读到某个段落的时候，听到了窗外传来一个女人轻轻的哼唱声。那首歌的调子是广西山村里代代相传的一首老歌谣，传说。而120年前的那个中元节的夜晚，柳翠姑被吊死在那棵槐树上的时候，唱的也是同一首歌。你听到了吗？